最爱把脸靠在你左胸口，每个心跳都是生命的演奏。在你外套里，我不再颤抖，世界随我承受，你却能让我无缘由。就算我们会向真爱飘走，我也尊重严格运作的宇宙。他要我珍惜这一次拥有，你是一切理由，有泪也要勇敢享受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中梦寐以求？你都在我左右，紧握着双手，哪怕身躯会皱，心已被爱渗透，这瞬间已是永久。我从小喜欢跟着当媒婆的妈妈，到举行婚礼的各个家庭去。婚礼的气氛喜气洋洋，除了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还可以看到漂亮的新娘子。嘿嘿，碰碰起，一杯茶饭安金塞，子孙是中元财。我总觉得，传统的婚礼虽然古老，婚姻却是更长久的。妈妈说的吉祥话，虽然我听不太懂，不过却很动听。一杯好茶替观音，公婆富贵寿万年。反正顺顺利利的。哎呦，搞一下。总之，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结婚是美好的、幸福的。来，子航，来上来跳跳跳，好，跳上跳下生男孩，翻左翻右生秀才。哎呀，够了够了，下来下来下来。给你个糖果，还有一个大红包。谢谢。哎，各位，我们到外面去喝糖水，新郎新娘也一起啊，假滴滴洗好戏。看看有多少钱啊？哇，200块，还不错。妈妈，当媒婆是不是可以赚很多钱？不只是要赚钱，最重要就是要撮合姻缘，大家开心吗？等一下，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中2中房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子豪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要跟妈妈一样，开开心心的帮很多人结婚，要赚很多很多的钱。你也要帮人家撮合姻缘呐？那你们继续玩。没错，帮人撮合姻缘的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。后来我发现许多年轻人对老掉牙的传统婚礼产生兴趣，让我看到了商机。我也希望趁这个机会，让他们认识礼俗的重要性。很多人对婚嫁礼俗都很感兴趣，可是对过大礼、办嫁妆、上头安床毫无头绪。所以我们有很多配套让新人选择的。什么是过大礼？以前1中婚礼呢，必须经过3书还有6礼才算完成。3书就是聘书、礼书还有迎书，6礼呢就是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还有迎亲。怎么那么复杂？现在已经简化多了。如果双方父母同意，那就可以决定婚礼还有过大礼的细节。通常男方会在婚前选一个吉日，把聘礼送去你家。聘礼包括这对龙凤烛，他的意思就是天生一对龙凤配。哎，你看，马桶。不是，这是子孙桶，是聘礼的一部分。还有这个孝心茶具、合欢被、对枕，还有这个是针线盒、子孙灯，这个可爱的木屐。
木屐，现在哪里还有人穿这种东西呀？当然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做的是迷你木屐，可以拿来当摆设。对了，谈到聘礼呢，就包括了聘金，在这方面呢，聘金这么落伍，我父母又不是要买女儿。当然不是了。其实聘金有它的意义的，男方给女方聘金呢，就是要感谢你的父母的养育之恩的。对了，你是福建人吧？那聘礼一定要包括猪脚，他们也叫它水骰把，意义呢就是要感谢岳母呢帮新娘从小到大洗屎洗尿的养育之恩。其实我们有很多传统习俗的背后。哎，表哥，惨了啦！这次你要帮我，什么事？闹出了命的啦！不好意思 ，Jeff， 麻烦你照顾他们一下。不好意思。两位，到底什么事？他是我女朋友 Irene， 你好。她有了我的孩子，都是你的错啊！不做好防范措施。我哪里知道那么准啊？你们父母知道吗？好，那你打算把孩子生下来吗？那你们还是通知你父母吧，我相信他们会答应让你们结婚的。我刚当完兵，还没找到工作，哪有钱结婚？是啊，被我父母知道就惨了。放心吧，我相信一定没有问题的，我会帮你们的。啊。看来不简单呐。就是你这个混蛋，搞到我女儿肚子。喂，这种事怎么可以只怪我儿子？明明就是你儿子的错，不怪他，怪谁呀？人都到齐了，哎，餐厅位置已经订好了，我们先上去啊，边吃边聊。是啊，我们上去了吧？表姐夫，阿信嘛，我代表 Ben 向女方家人保证 ，Ben 一定会负责的。对啊，哥，我会负责任的，你放心吧。他敢不负责任，我就要他好看。你放心，我儿子一定会娶你女儿的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商量一下怎么办好这场婚事吧。依我说啊，一定要照传统的习俗去办。我们是广东人，要照广东的仪式。嫁鸡随鸡，是你们家女儿就应该跟着我们潮州人的传统才对吗？那还不简单，把两个籍贯的习俗混合在一起进行，那就可以了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这样子啊更具有本地色彩。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一定要选一个好日子。我爸爸略懂风水，让他帮你们算一个好日子吧。要越快越好，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来，亲戚朋友看了会笑话的。你还说，我女儿肚子还不是被你儿子搞大的？这叫双喜临门，好事成双嘛。我会尽快帮你们算一个好日子的。我们要10桌酒席10桌这么多？我们家亲戚多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自己出酒席。没问题，酒席当然是由我们男方出啦。这段期间是娶嫁的好日子，可能会订不到酒楼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。哎，不在酒楼请，可以在祖屋楼下请啊，一样可以办得热热闹闹的。祖屋楼下请客，这么寒酸。要不是他们急着要结婚呐，我也想在酒楼摆酒席啊。哎，就这样说定了，在祖屋楼下。在过大年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送老的爷子。老爷跟广东话楼也同音，意思是老少同堂，3代热融融。那回礼的时候我们要相交，潮州话交和招是同音的，意思是指连招贵子。不管是什么籍贯，最重要的是送橘子嘛，大吉大利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大吉大利，吉祥如意。那过大礼的事就包在我儿子的身上了。哎，菜都冷了，吃吧真吃吧的吃啊，吃了再说啊，吃。哎，还有啊，商家回门啊，要照广东人的习俗，送我们一只完整的烧猪。女儿都不是黄花闺女了，还要完整的烧猪，那就切7只耳朵喽。喂，现在艾瑞是买1送1，哎，你们还是怎么样啊？喂，你们到底讲够没有？现在到底是我和Irene结婚，还是你们？为什么你们在那边讲个不停？我们却没机会开口。讲到门口啊！哎呀，你妈妈真很麻烦呢，要求这么多。你还说麻烦的是你妈？喂，怎么了？婚我不结了，那肚子大起来怎么办？那还不容易解决。
喂，Irene，干嘛呀？喂，他在说气话，不用担心。没想到结一个婚这么麻烦啊！做人什么都有第一次的啊，最重要不要有第二次。我还敢嘛？哎，白乐，你可以当我的婚礼策划嘛？不然再吵下去，我怕真的结不了婚了。虽然我不是婚礼策划师，不过我们亲戚一场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加上我妈颜如意做喜娘的功力，一定没问题的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文熙，谢谢你，你设计的婚纱真的好漂亮。不用，应该的。你结婚那天一定是最美丽的新娘。这里可以改窄一点吗？我帮你看看。妹妹，哎，走，这就是 Ben 哥 Irene。嗨，恭喜恭喜，谢谢，恭喜你！来来来，这边，看看有没有你们喜欢的婚纱。哇，好美哦！你是设计师吗？是啊。我要推荐。啊，人家都变粗了，哪里穿得下？都是你好，我不能穿上美美的婚纱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他帮我定制。Irene，你的婚礼就快到了，如果定制婚纱的话，恐怕来不及啊。对呀。一辈子穿一次婚纱，我一定要定制自己喜欢的。Apple 啊，你帮Lisa把婚纱换下来。好的。你不用担心，有一天可以穿漂亮的婚纱结婚的。请问几个月了？2个多月了。麻烦你跟我过来这里。你看，这件婚纱的款式呢是跟刚才同一款的，只不过它是高腰的设计，这样肚子就不会太明显了。我会用一些薄纱，这样的话婚纱看起来就会简洁高雅。至于颜色方面呢，我就会用橘色和白色，这样就可以衬托你们2个头发的颜色。我很喜欢，很特别哦。好，那我就跟着这个款式给你们修改，到时通知你们来试穿，一定可以在婚礼之前呢缝制好的。OK， 谢谢你哦。不客气。OK， 婚纱选好了，可以看电影了吧？嗯。你们走吧，其他的我来解决好了。 OK， 等一会儿，谢谢你啊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幸好有你，要不然他们2个又吵起来了。很多新娘呢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有时候啊要聆听他们喜欢的款式和颜色，这样就可以缝制出合意的婚纱。文熙是年轻的婚纱设计师中最有才华的一个。我看到了。你好，我叫李子豪。你好。子豪帮他的表弟策划婚礼，说来我们3个人的任务都是帮我们的客户打造最完美的婚礼。我正打算扩充业务，需要人手和资金，你们有没有兴趣加入啊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对呀，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？我还是继续用 freelance 的形式跟你打工吧。啊，对了，我有急事，我得先走了。好，那我再 call 你。拜拜。拜拜。哎 ，Raymond， 那个礼服的配套，我想。哎 ，Nick， 你要不要试试这套外套啊？等一下。文熙。Nick， 是不是 Lisa 的婚纱有什么问题啊？不是，你费尽心思帮她设计了那么美丽的婚纱，我是特地来谢谢你的。不客气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其实，这件婚纱如果穿在你身上的话，一定会更漂亮的。文熙，为什么等到我要筹备婚礼、定做婚纱时，我才认识你呢？你不要忘记，你快结婚了。So what？我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对不起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文熙，你听我说。文熙，怎么不等我就自己走了？哦，你好，我叫李子豪。啊，嗨，你好。啊，对了，你的新娘好像在找你。是吗？是啊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谢谢你啊。举手之劳，我还是送你回去吧，以免那个 Nick 再来打扰你。看来那新郎的心还没完全定下来。
有你这么漂亮的设计师，难怪他不想失去机会。我可不想给他任何机会啊。你说的对啊，如果对另一半不忠，那就不应该许下承诺。我也希望新娘子穿上我设计的婚纱，可以得到一辈子的幸福。我们这一行都希望看到完美的姻缘，虽然我无法做到销售后保证。怎么会想当婚纱设计师的？我从小就喜欢美丽的东西，我相信再平凡的人穿上婚纱，也会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娘子。是幸福的感觉，令她们变得漂亮。曾经有一个新娘子，花了1年的时间都找不到她心仪的婚纱，后来甚至延迟了她的婚礼，最后她选上了我的设计。她对我的信任，给了我很大的鼓舞。你很幸运，有人赏识你。那你呢？我经营一家提供婚俗用品的喜铺，这一次呢，我是帮我表弟策划婚礼。其实这一行的商机不错。哎，对了，你对Raymond刚才的建议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啊？有兴趣又怎么样？要找一笔资金来投资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更何况是我们这些离乡背景的人。你不是本地人？我是从台湾来的，现在住在表姐家。那你为什么一个人来新加坡这么远的地方拼搏啊？婚纱设计在台湾已经到达了饱和的状态，也许就像你所说的，寻找新的商机吧。谢谢你，Irene的婚纱改好后，我会让你知道的。没问题，拜拜。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来，我来帮你。小弟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受伤啊？你没事吧？你干什么？撞到我弟弟还推他？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他自己从后面撞到我的。我也是看到你弟弟的摩托车失控撞上来的。听到了吧？我开车那么久，还没有发生过意外呢。很多意外就是由你这种自以为是、过于自信的司机疏忽造成的。等一等，我需要你的执照。啊？什么执照啊？他没有带在身上，我们回家。我需要他的资料，向保险公司交代的。请你让一让，别理他，我们走。哦。对不起啊，如果不是送我回家，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不关你的事。你的邻居怎么这么不讲道理的？惨了，摩托车坏了，德叔会骂我的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啦，不要偷骑德叔的摩托车，现在出事了。如果我让爸知道，你又要被骂了。跟你说话，德叔是不是要你回家拿钱借他？德叔也真是的，竟然让你无牌驾驶。如果刚才那个人知道你没有驾驶执照的话，那就糟了。刚才不关他的事啊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我撞到他的。真的是你撞了他？大姐啊，你不要告诉爸爸啊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这是过大礼盘，金果6款，龙凤镯1对，聘金1封。潮州人的老麻锅，花生糖、芝麻糖和喜糖。广东人的4色海味。男方入门龙凤烛1对。女方出阁双凤烛1对，橘子18粒，大吉大利，花开富贵；黄梨1对，兴旺到来；香蕉2串，连招贵子；还有椰子，有椰有子，3代同堂啊！不是说好是老的椰子吗？
老爷子难找，随便啦。随便。哎，老爷子才有老爷的意思吗？昂哥还年轻，老字不太好吧，对不对？对呀对呀，随便啦，意思意思好了。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根本就没有诚意嘛！你们别着急，更重要的东西就快送到了。本来说好烧猪是在3朝回门的时候才送，不过今天让大家开心，而且要表示对你们的尊重，我们先送一只。有耳朵还在，没被剪掉。要送当然要送完整的，不过呢，你们得把烧猪旁边的肉给切下来，把完整的猪呢让男方带回家，就有来有往，这是当然的啦。既然亲家那么有诚意，我们就不要再为难他们了。哎 ，brother， 是不是有你想到这个办法？那我们就把一半的聘礼收下来，另一半你们带回去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对了，这个呢，你一定要带回家去。诶，为什么不是拿回龙凤猪？你们是潮州人，所以是要双凤竹。客人到你家去看到这双凤竹，就知道你娶妻子了。对对对，把凤娶回家。孩子啊，你对这些礼数这么清楚，看来我后继有人喽。大家好，欢迎你们到这个讲座来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想先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上这个讲座。我想学了之后可以帮自己看风水，找人家看这么贵，可以省下不少钱呢。还有我就是被骗过，叫我买这个买那个，花了不少钱却改不了运，干脆自己来学啊。我跟他一样，我父亲也懂风水，所以在这方面有兴趣，想过来多学一点。那么你们又是为了什么原因？我是为了姻缘而来。哦，每个人不都希望得到好的姻缘吗？所以我想多了解这方面的知识，希望能够帮到身边的朋友。当然，我对古老的风水知识非常有兴趣，想多认识一些。很好，大家不管是什么理由，总之就是要多了解风水。人家说啊，一命二运三风水。简单的来说，一辆车子制造出来，就已经是决定了它的牌子和性能。谢谢。你的车修好了吗？修好了。多少钱？我赔你。我没有听错吧？我的弟弟跟我说了，是他不对，我错怪了你，对不起。修理费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还我一个清白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弟弟应该是没有驾驶执照，对不对？李子豪。蔡诗雅。我想我们可能是同行，因为我们对别人的姻缘兑换有兴趣。我的工作是跟婚礼有关的。你猜错了，我不是。那你是什么职业？我的工作必须随传随到，1年365天，每天24小时都可能接到工作。什么工作那么特别啊？你不想知道的。我想知道。旅游业。你是经营旅游社的，那很好啊。以后我的顾客订旅游配套有没有打折呢？我看不适合他们的，因为我办的是 one way ticket。One way ticket？ 喂，德叔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刚接到工作，我先走了。你学费都还了，你不上完课吗？我的工作不能等。德叔，是怎样的情况？死者是心脏衰竭，家属在那边。我要负责了，蔡小姐。节哀顺变。请问可以办理死亡证书了吗？德叔，你跟他去吧。
往生者是你先生吧？你打算以怎样的形式帮他处理后事？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们也没有什么钱，越简单越好。那就火葬吧。你说什么就什么，我要进去看看他。小姐，是你的亲人吗？如果你需要帮忙，我们可以帮你处理的。你知道是什么宗教吗？不过不用担心，我们什么配套都有，而且价钱比外面便宜，不会乱敲的啦。你知道在这里拉生意是犯法的吗？没有啦，我们只不过看谁需要帮忙，我们就帮忙咯。你需要我帮你打电话给他们吗？喂，南哥，你那边出面搞定了？我刚接到新的 case。就这样吧。你也是来收尸的，怎么不早说呢？你没给我机会说啊。你在耍我？导叔，出了问题吗？好。需要帮忙吗？我们什么配套都有的，而且价钱比外面便宜。我已经交给那个蔡小姐做了。在那边。你给我记住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站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回家，回家了。哇，这么胖，最少7、8个人才抬得动。对不起，遗体暂时不能领出来。为什么？由于往生者的体型太大，普通的棺木实在装不下，所以我们必须为他定做一个大型的棺木。等棺木一送来，我们即刻把你先生的遗体领出来进行土葬。刚才在医院讲是火葬的。是这样的，因为那个火化炉的进口有规定的尺寸啊，如果比较大型的棺木推不进去。土葬的话，我们得特别去找一个比较大的位置啊，要定制特别的棺木，还要找一个比较大的位置。这样报道要多少钱？用最简单的佛教仪式，3天后出殡，大概要5、6千。要这么多钱，我又没有工作，他还在念书，我家里还有2个老的要照顾，我们去哪里找钱？最重要的是让往生者入土为安。至于费用方面，我们可以尽量打折扣的。我们会协助你办好你先生的后事，钱方面你不用担心，可以分期付款的。谢谢你们。又分期付款了，你父女俩又做亏本生意。还认得我吗？什么事啊？刚才在医院，你玩我玩得很爽哦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好意思，请你让一让，我们还有事。兄弟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做我的生意，你为什么找人抓我？我告诉你哦，生意是做不完的，你不需要这么绝吧？我看你误会了，我没有这么做。报话，我会去找人。哎，放开他！霸王花什么？难怪这么霸道啦！我告诉你啊，做女人嘛，还是学会温柔一点，知道吗？放开他，不要乱来！阿婆，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。要打！要打！不要打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大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德叔受伤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帮我打死那些王八蛋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老爸，没关系，我把那些坏人打走了。是你跟人家打架？你到底惹了什么祸啊？现在人家找上门了，连累了你大姐还有德叔啊！你在搞什么鬼呀？以后不准你看这种打打杀杀的漫画。阿才，小弟，都说不要给他练武了。本来是要他强身健体，他却用来打打杀杀。爸，那些人是冲着我来的，小弟只是来帮忙，不关他的事的。是啊，福哥，你误会了，那些王八蛋在医院抢不到生意，来这里打我们呢。你很会打。白發齊眉，3梳子孫滿地，千里姻緣一線牽，一對新人到永遠。为什么这么早起来？都是精神年代啊！谁叫你不睡觉？我刚才打电话给你，你怎么还在泡吧？哎，失去自由最晚，他们会放过我，因为被他们灌醉已经偷笑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开城门小舅子的红包准备了吗？姐妹的红包呢？哎呀，什么红包准备的啦？手花呢？我刚才不是提醒你了吗？哪里敢忘记？放在这里恐怕忘不了的。来，走吧。喂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嘛！今天是你结婚的好日子，要做个漂亮的新娘。我根本都睡不好，拍照哪有好看？就是嘛，要这么早起身，他们都不敢睡。什么礼数来的嘛，把我们整得这么辛苦，待会儿要以牙还牙。喂，你们玩归玩哦，可别误了时辰哦。哎，妈妈为新娘子吃汤圆，代表着新娘子嫁得好，生活呢就圆圆满满。Ben， 喂 ，Ben， 醒醒啊！醒醒啊！喂，你不要去接你新娘啊！我不要结婚了。啊！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干嘛？你在做梦啊？我梦见我被我岳父岳母追，他们跟我要这个要那个，我跑，他们就追。结婚真的很可怕。Brother， 不如什么？你去接你新娘。去呀，去呀！新人来了，开门吧！开门可以给红包，我们有9999。啊，这么贵啊 ？discount 一点可以吗 ？discount 可以，那只有999啊！啊，我身上没那么多钱。不如这样吧，99块9毛9，9999，天长地久的意思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太少了，太少了，不行，让新郎进来吧。没那么容易，还有衣冠。换上泳裤，到楼下泳池跑3圈。不是吧？快点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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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那里面。
了吧？等一下，跳下水，游3圈才看不让你进来。啊？不要啦，水那么深，我不会游泳。你让新郎上来吧，新娘已经等不及了。对啊。跳水，跳水啊！再闹下去啊，就误了时辰啦，不行啊！跳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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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水。好，我不玩了，我走。别生气了。你看，玩出火啦，快点叫他上来啊！我们也玩够了，上来吧！上来啦！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，去问。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新人先向祖先鞠躬，祖先保佑白头偕老。后向父母鞠躬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。这双喜甘蔗呢，祝福着新人生活越来越好，步步高升。咦，这个什么来的？这是引路机啊！引路机就是把新人引向幸福生活。这么老土，不要啦！这是 Ben 阿嬷要的，到时候放在床底下，看是公鸡先出来还是母鸡，就知道第一胎是生男或生女的啦。我都有啦，是男是女是注定的。这也有代代相传的意思。不要啦，带这地鸡去楼下又被人笑死了。这是你阿嬷的意思啊，不照做她会不高兴的。我不要啊，他们这么臭，闻到就要吐。艾瑞，你就顺着老人家的意思，你顺他的意，他一定会很疼你的。是啊，我们还是快点走吧，要不然耽误时辰了。好了，迪尔，不要让我难做了。不要啊，闻到就想要吐啊。不如这样吧，你有没有香水？我有。这样就很香了。好了，迪尔，现在很香了，就最后这一次了啦 ，please。好了好了，再有其他的要求我就跟你翻脸了。好了好了，可以走啦。能活到这把年纪也算是好命了。关姐。啊，是呀，来，给你们介绍，这位呢是赵伯的小儿子介义，他的媳妇淑敏，这位是蔡思雅小姐，她是寿板店的负责人，也是我们疗养院的义工。节哀顺变，你们打算以怎样的形式为你爸爸办理后事？请问大概花多少钱呢？如果是道教火葬，5天约1万；如果是佛教，那会便宜3000多块。我想跟我2个哥哥商量一下。你父亲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，你那2个哥哥从来都没有来看过他的。上个星期我打过电话通知他们，说你父亲的情况已经很危急，请他们赶快下来一趟。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他们出现。哎呀，关姐，不用叫他们来的，这种不孝子是我用3字经伺候啊。德树，什么是3字经？他妈！哦不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不是性本恶。不如你们先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的意见。不用打啦，生前都不来看，死了，除非有遗产分了，会来才怪呢。德树。算了，我想就一切从简好了。
子呢？要睡，等一下才睡。哇，灵堂这么简陋啊！不行，要拆掉重建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嫂，阿姨啊，老爸死了，怎么没跟我商量，就自作主张办他的后事？我不是通知你们的吗？我是问你，为什么办得这么简单？是啊，这么简单，这么简陋，人家还以为我们很寒酸啊，随随便便把老爸给送走呢。大嫂，我们只是想一切从简而已。从什么简啊？又不是没钱。我在商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，我要给老爸举行风光大葬，不然啊，人家会以为我不孝的。那这里是谁负责的？我来谈。是我，我姓蔡。他们是我的大哥和大嫂。请你马上把这些给拆了，给我搭一个豪华的灵堂，我要人家远远走过都看得到。灵堂拆了再建是另一笔收费。钱是小事。我的面子才重要，照我的话去做，多少钱都不是问题。是啊，他们不要面子，我们可要呢。老爸都死了，这点钱还花不起，还算是孝吗？对不起，蔡小姐，就这么办吧。妈咪，阿公死了，我明天是不是不用上学？哎呦，阿公死了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读书重要，明天照旧要上学。德叔，开工了。我总有一天等到你。大吉利是大吉利是。哎呀，仪式都已经过了，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呀？哎，几点了？回来了。鸡呢？哎，鸡呢？跑掉了。跑掉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哎呀，鸡跑掉就跑掉喽，我又不是不认得路回去。是啊，那么老土，早飞掉早好啊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就这样空手回去啊？不行啊，没了引路机，怎么向阿贝的阿嬷交代啊？不如去巴萨买咯。现在还没开，而且不一定买得到。要不然我们去快餐店买炸鸡？对啊，你这么一讲，我就肚子咕咕叫嘞。喂，这个时候你们两个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妈，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现在马上过去吧。对，先回去拜天地再说。走。好吧。来，快走。好，走了。升官发财，红事避开！哎呀，大吉大利！什么事？别看！德叔，棺材抬进去。好。转。告诉你，瞒着你，只不过是个决定。放弃你，忘记你，只怕我无法前进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莫名紧张你，我越了解你，越靠近你，越犹豫。明知道我爱你，却不敢告诉你，我害怕失去你，宁愿沉默不语，该如何找